如果上期我们看的景观公路是国王峡谷的动脉，那这期我们看的洞穴便是国王峡谷的内心世界。我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。天哪！在610米高的大理石国王之门下，有一个奇妙的洞穴。大约在10万年前，冰川河水充斥在这片大理石的裂缝里，随着冰川退去，在风和水日积月累的侵蚀下，形成了你今天看到的大理石溶洞。山洞也曾因为2015年大火毁坏了山路而关闭，直到2019年才重新开放。但洞穴本身却一直安然无恙，它看起来可能和100年前一样，未曾改变过。但其实是因为以人类有生之年的长度是无法衡量和看到它的改变的。它的变化如1万年才产生一滴水的速度，好像需要你屏住呼吸才能欣赏这些安静的雕塑。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欣赏古老艺术品的好地方。洞穴里钟乳石的各种形状让人有无限联想。看那个新生的矿物质结晶，像不像一个倒立的城市天际线？而时间较久的沉积会使得很多地层看起来像各种食品。这个看上去像涂满糖浆的巨型薄饼，或者这个像不像一个多层蛋糕？还有这块培根肉，或者这棵像是被大雪覆盖的圣诞树。大自然如天然艺术家一样，无限发挥着它的创造力。洞穴在国王峡谷景观公路每年4到11月的通车期间才对外开放。虽然它位处国家森林区，但是洞穴却是私有的，需要购买每人19美元的门票，由导游带领才能进入参观。但在100多年前洞穴开始对外开放时，门票才有5美分。1906年，一名叫普特南·博伊登的伐木工人发现并开发了这个洞穴，于是他便在洞门口建了个木门，开始提供每人5美分的游览服务，所以这个洞穴便以他的名字命名。而他也在山洞中住了10年。那么是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一个人在山洞中住10年？因为洞穴中4季恒温，无论是夏季的20-30度，还是冬季的零下10几度，在山洞里常年都是12摄氏度左右。Winter time, coming here to warm up, just the opposite. 现在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当100年前山洞被发现时的震撼吧。This is the place people don't want to leave. 悬挂在上壁的钟乳石结构，像是被精心设计制作的窗帘一样晶莹洁白。到此，我们已经深入洞穴200多米了，全程45到60分钟的游览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折返了。如果你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，回程你可以选择探险路线。就是踩在黑暗干燥的河床路径上，顺着河水流过的痕迹，匍匐摸索着前进，寻找山洞的出口。出口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！终于出来了！大家觉得这个山洞之旅值不值得？我觉得超级值哎！